因为你得罪的是中国。你要我川普表态的话，我就不能表态。才1个月前2个人如胶似漆，可是还不到1个月，为什么川普既然今天接受记者的访问说，你看那个削减的事情，总统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没有啦，我跟你讲啦，很多朋友也不见得是真的朋友啦，因为有时候他会占我们的便宜啊，比中国还要厉害。你讲的不就日本吗？对。这个话不是薛健自己讲出来的，是被同意讲出来的。我不能用外交部的立场来讲啊，那还得了？两国不就陷入谷底吗？那日本说，这个人应该驱逐出境，你也不敢。好，特别来关心中日关系哦，还有这个包括在美国之内的等等的关系。我们来看到台湾有事将会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来自于高市早苗最新的说法。这说法一出啊，是引发了中日外交战的全面引爆。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现在由这个高市早苗的一些作为跟他的言论，看起来是不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危机再现呢？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系。确实可以感受到中日的关系最近剑拔弩张，这一把火主要就是由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所烧起的。7号的时候，他在回答质询时是这样说的：如果台湾有事，伴随对方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是有可能构成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的事态的。这话一出啊，成为被视为是首位对台海有事明确表态的日本的现任首相，立刻引发了北京的怒火。北京怎么做回复？我们要看到2位。首先，这一位是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健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一种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斩掉。这话说得很强硬哦。另外一位是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说，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这种涉台错误的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已经向日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强烈的抗议，敦促日方立即停止挑衅的行为，并且他在接受记者会，在记者问到有关于高市的事情的时候，他还说，问这个高市说，你到底是想要台独势力向他们发出何种讯号？是要挑战中方的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吗？你想要把中日关系带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去？那么高市他其实也做了一个回应哦，他特别讲到说，针对这些发言是符合政府的见解的，他不会做撤回。现在看起来中日关系已经烧到最高点了，为何这个高市要不惜杠上中国战狼，也要硬撑到底？汉庭怎么看？第一个最简单当然是转移内部的焦点了。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让日本的经济规模10年之内翻倍，他要透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啦、货币宽松啦。但现实的状况呢，日本的债务高涨已经超过 GDP 的250%，位居全球的前列。他如果继续举债撒钱的话，那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财政平衡，大概只会离崩溃更近。同时，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今年10月，公民党呢也退出了跟自民党的执政联盟，所以高市早苗呢，他已经失去了在众议院的稳居多数，政权岌岌可危。在这个局面之下，他当然会需要一些破局的举动，是啥呢？那就是来谈一谈台湾问题，对吧？那就是转移国内经济颓势的一个替罪羔羊啊，台湾嘛真可怜。所以日本当前的经济困境堪称是3高2低。债务占 GDP 的比例创新高，通胀率呢超过3%，老龄化超过30%，而 GDP 的增长大概只有0.8%，贸易顺差连续5年是负的。所以高市早苗他就把苗头转向了中国大陆，既能够符合自己保守派的选民，也能够为失败的经济政策来做开脱。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他个人的政治向往跟政治定位和野心的企图了。因为毕竟呢，他是符合整个右翼的政治立场和战略野心。因为他的这个政策倾向性来看，本来就是要推动安保策略的转向，甚至呢试水军事解禁。这一直都是自民党跟维新联盟长期的重要目标跟主张。所以长期来看，日本的极右翼，他当然是希望能够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这个束缚跟框架，那来实现他修宪扩军和所谓国家正常化作为一个终极梦想。那高市也知道，就如果没有一个足以颠覆传统的认知，所谓外部重大威胁出现，那我的修宪就会缺乏急迫性跟合法性嘛。所以他上台之后呢，就是大搞这种激进的姿态，放大中国大陆的威胁，在民众营造一种你看战争迫在眉睫啊，那我就可以为修改宪法增加更多的民意基础。
所以现在他一方面也寻求要大幅增加防卫的预算，一方面呢就把台湾问题跟日本呢来挂上钩。这些它不是单纯的激进的发言，更是高市早苗精心设计的政策铺垫。一方面呢稳住自己的弱势政权，一方面也为扩充军备备路。好，这一回这个高市的激进的言论被视为是这个为了政治选票上面的考量，不过也有从其他的说法，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最近有很多军事上面的动作，也有一个说法是不是军事主义的复辟？等一下会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那我们先来看到说，这个高市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大家就在看说会不会是川普给他的呢？毕竟10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川普不是访问日本吗？这两位呢互动非常的好，那么川普还大赞说美日两国我们是最强的盟友。还跟高市说呢，任何你想要的，任何你需要的帮忙，美国我们都会在那里。这个话才说完1个月，怎么这个川普立刻态度大转向了呢？我们要来看到，在记者被问到这个中日的外交风暴问川普的时候，没有想到川普是冷酸这是最新消息。他说，很多盟友也不能说是朋友，他们占我们便宜的程度是超越中国的。为什么川普态度又大转弯了？高市会成为川普外交弃子吗？这有点讽刺哦。干哥怎么看？因为你得罪的是中国。你要我川普表态的话，我就不能表态，很简单。为什么？老实讲一句，高市他本来就是一个右翼倾向的首相，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高市也是很少数上任之后，大家知道哈，日本首相哈上下哈，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对于他的自卫权的扩张，没有像高市这个人讲得这么清楚过，所以他的意向是必须要让日本的那个自卫权能够真的合法化，能够扩张。那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在日本周边海域的这些日本自卫队的活动呢，他基本上他都是非常赞成跟支持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老实讲一句，他今天提到这个汉庭刚才讲的很对啊，他必须要转移这个焦点啊，不然的话，你说他今天，他的债务高筑，然后你现在还要再扩增一样的军费吗？对，他必须要再扩增。你知道 F-35已经订到了60架了，然后已经到货35架了，然后韩国呢也跟他差不多，所以你就晓得说，日本他现在对，然后日本还要造更大的神盾舰，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理由，那让他能够去遂行这些东西。那你就看到了，他说这个叫做存立危机事态。什么叫存立危机事态？就是存亡危机。如果说我们今天遭遇到存亡危机的话，有可能构成日本他必须因为事态严重，行使集体自卫权。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我们有事。那你这样子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所以为什么薛健，也就是驻大阪总领事，他讲了这句话之后，整个中国外交部没有讲一句，没有评论，也没有安抚日本。照理讲，你应该说我们的外交官可能失言了，没有。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话不是薛健自己讲出来的，是被同意讲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不能用外交部的立场来讲啊，那还得了？那不是两国不就陷入谷底吗？对，那所以应该要由官员来讲。讲这个话之后，他没有召回，那个就是说他没有对于自己的内部没有任何的处罚或者是告诫。那日本说，这个人应该驱逐出境。日本你也不敢，你敢把薛健驱逐出境吗？你也不敢这样做，为什么？那就真的要跟中国官方对抗。高市早苗没有那么蠢。那现在再来讲到川普，川普上个月才在横须贺港跟高市早苗一起在航空母舰上面对于水兵讲话，就说高市早苗真的非常了不起啊，成为第一任的女首相啊。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共同朋友谁呀？安倍晋三。你看，安倍晋三5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也款待他，然后他也款待我到日本来，所以我们两个共同朋友就是安倍晋三。所以高市早苗一听就说好，我马上送安倍晋三的球杆给你哇！川普就觉得说，你真是很会做人。那好，可是才1个月前，两个人如胶似漆，因为大家知道高市早苗的英文非常流利，不需要翻译的，所以这造成他跟川普之间的沟通其实是很顺畅。可是还不到1个月，为什么川普既然今天接受记者的访问说，你看那个薛健的事情，
总统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没有啦，我跟你讲啊，很多朋友也不见得是真的朋友啦，因为有时候他会占我们的便宜啊，比中国还要厉害。你讲的不就是日本吗？对，意思是什么？对于这一件外交风波，也就是薛健所讲的话所引发的外交风波，川普不想管，对，他不想涉入这样子的风波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商人呢。有利的时候他会进来，没有利益的时候他就4两拨千斤，他就转头就走掉。所以接下来高市早苗有那么好过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好，这样看起来，从川普的言论，好像高市有点像是被川普捅了一刀哦。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如果从军事上面的角度来做一个解读，最近日本的种种动作，还有这个高市的种种动作，有一点点像是这个日本军事主义的复辟吗？等一下，请将军来带我们看，因为美日最近的军事动作真的很多，大家记得吗？9月份美日才刚结束这个叫做“坚毅之龙”的联合军演，美军本来要撤走它的这个提风飞弹在这个延国基地的，但是后来不但没有撤走之外，还变成常驻，这引发了中俄的抗议。除了在这个提风有在日本美军有设之外，还有在菲律宾同样都在做部署。所以射程我们从地图来上面特别做解读哦，下面这一圈是菲律宾，那上面就是在日本，他们射程是可以涵盖到北京、上海，甚至是俄罗斯的海参崴的。再加上高市又有这么激进的言论，触动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敏感神经，好像都是来威胁中国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有军事主义复辟的现象？日本会不会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一个大刀？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先解读一下哈，这个高市早苗讲那句话，因为我们听的都是一些外交辞令哈，那我想说我用军语来做大白话的军语大白话说明。高市早苗讲这话就是，你中国大陆如果说对台湾动手来讲的话，我就主动打你，就这么简单哈，就做源头打击。那他有什么武器可以做源头打击？大家不要以为日本这个在外面骗人说他是只有和平宪法。全部都是自卫队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日本政坛大变天了吗？暴走少女这一回变成了铁娘子。我们要来关心这一位是高市早苗，强硬的抗中这一位大鹰派，会不会成为接下来日本史上最短命的女首相？会要诞生了吧？今天一起来做关注。其实呢，就是在周六而已，自民党的总裁改选终于是尘埃落定了。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这一次啊，脱颖而出，瞬间成为热门日本的首相的人选，甚至她被形容是女版的安倍哦。那有怎么样的政治魅力？赶快来认识一下她是谁。出生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而且是不是传统的政治世家哦。当时她为了要减轻家中的负担，所以她念的是公立学校神户大学。那学生的时期，她也比较特别的是，她喜欢重金属啊，还会打鼓、骑重机哦。这边有画面，甚至呢一度是加入了暴走族。后来她曾经担任过主播跟主持人，终于是从1993年开始，她踏入了政坛，当时担任是无党籍的当选议员哦。1996年，她则是正式的加入了自民党，来担任内阁的要职，被视为是安倍的继承人。不过呢，她现在是热门人选，但是日经亚洲也点出了，就算她未来成为首相的话，马上就要面临到的3大难关，包括了第一个，高市他要面临的是组建联合政府的难关，还有重大的外交活动，他要如何来应对，跟他如何接下来团结自民党内部的分裂呢？能不能成为顺利的这个日本的首位女首相？为何她又能够打败目前呼声最高的小泉进次郎？杨老师怎么看？她成为女首相，这个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她已经是总裁，然后自民党加上公民党虽然没有过半，但是呢，就是掌握多数。那因为反对党这边其实是很分裂的，可能是参政党、国民这个民主党，这都是比较右倾甚至算右翼的。然后呢，立宪民主党算主要的反对党，是比较中间温和偏左的，所以她做女总裁问题不大。那小泉为什么会输哈？他输在自己了。小泉进次郎，我们台湾人讲叫做阿达玛孔古力，这不是日文，这是台语了哈。但是呢，日文的话就是阿达玛瓦瑞啊。那他的确其实是不太聪明哦。那几次选总裁，他自己讲话完全不对位，甚至听不懂他讲什么，甚至讲错。
给他机会撂英文，结果他不敢讲。他不是有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吗？可是他从幼稚园到大学是在神奈川县的一个学校，叫做关东学院大学。那个学校就体育见长了，我只能这么讲。可是以他的家世哈，他算是第4代的政治人物啊，不得了，在日本都少见的。基本上要进好一点大学不是很难的事情，就表示他个人其实就是说在能力上。所以这一次大概就是民间就对他有一些失望。可是很奇怪，他那个时候处理稻米的问题的时候也算是不错，所以民间的这些支持者对于他的就是是否有能力处理担任首相之疑。那高市早苗呢？他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女性，第2个保守，第3亲美，第4反中，第5亲台。我把它都列出来。但女性跟保守我们放在一起讲，他其实说女性这个作为第1位自民党的女总裁，最大的意义就在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因为其实有人说她其实是最像男性的女性政治家。她对于一些男女平等的议题，其实是上不支持，反而反对。比如说结婚之后女性要改名字，这种法律她反对改变，她反对女天皇的这个继承，反对这些东西。那但是呢，你说她是有一些我们中文的媒体会说她是右翼或者极右派，这个在日文的理解当中并不是如此，是因为那个有另外的一些人跟一些党派，那他是这个强硬保守派，这是没有问题。那至于在亲美这个上面，就绝对是亲美。可是他现在说他要去跟川普政府重新谈关贸协议，有可能吗？我觉得这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他做不到。完全日本是美国的小弟，他怎么可能做得到？不管你是男的女的，所以就看10月底的时候，他跟川普在 APEC 会面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至于反中，我觉得他其实反中应该是视为美国的一个代理人，但是日本跟中国的经济以及他背后那个麻生太郎会牵制他。不要忘记，他现在到2028年没有选举。所有参议院、众议院到2028年才开始选举，所以他这3年呢，如果不出大问题的话，他可以做的算是稳当的。那但是呢，亲台大家不要误会，他其实是了解台湾，他讲的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是说日本要介入战争，对，而是说发生战争对日本的冲绳跟西南诸岛的影响要怎么做因应的问题。但台湾人真的不要这个自以为是，认为台海战争当中有日本来相助。高市早苗一定会支持，这个不可以这样理解。好，高市早苗这一回出现那其实可以看到他的定位也非常的鲜明，比较是强硬派的保守，那亲美当然是反中的这个鹰派大将。大家也在看说接下来的中日关系会如何发展，是大家比较紧张的。尤其我们来看到他从2014年他的这些言论，真的就是比较鹰派。他几乎每一年从2014年开始都会去到靖国神社做参拜，甚至他说过918的战争是自卫战，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还有这一段的慰安妇历史，还抛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等等。那么现在其实包括了自民党大将这位是石破茂也都非常担心，他说希望他别把日本带入歧途，大陆直接酸说他可能是短命的女首相。接下来他会怎么走他的路线？委员怎么看？还有中日关系，这个短不短命跟对中国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啊。石破茂算是比较亲中很短命啊。那个其他也有这个比较不亲中，甚至比较抗中的也蛮短命的。短命不短命，完全是由日本自己内部的政治所决定啊。而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派阀问题啊，也是决定了短不短命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讲个难听的话日本最近的首相人选素质都很差。真的是很差，不是一般的差，非常的差，而且谎话连篇，这一句我都听不进去啊！次私立顶大去念公立的神父大学，哪一家私立顶大？哇塞大吗？还是哪一家？对不对？日本也有很好的公立大学啊，这个公立的神父大学还不是很顶好的啦，还有大阪大学，还有那个东京大学，对不对？
这个你就不会念书，你就不要讲的那么说哇，私立在日本私立的顶大不是日本的顶大，公立才是顶大，跟台湾一样嘛，跟台湾一样的制度是一样的哈。那这个不管啦，这个他踏入政坛，终于轮到他当这个首相啊，因为当然这个我没有那个杨教授那么了解日本啊，但是我接触过日本的。这个政治的水准都很差，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不爱念书人才会去当日本的众议员真的很糟糕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小泉进次郎只是一个象征性就是他们知识很窄，然后关心的焦点很狭隘。我这样批评而且很严格，是我接触了也有不少人他们真的就是个德性。美国的参众议员我就觉得很糟糕了，日本的还比台湾的立法委还糟糕。真的是有这种情形所以好了，不批评他，所以他要长远任职不太可能，因为这是日本内部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因为很多人都想为这个位置嘛，那派法弄一弄的话，老大开心谁日本流行老人政治麻生太郎80几岁了，现在还操纵日本政治对这些人只过嘛？你说对中国强硬，那个叫空话强硬强硬要你有本事。比如说，川普说：“我有军队，我委内瑞拉不听，我可以把军队派过去。”这个叫做没有空话的强硬。你日本对中国强硬，你有什么本事强硬这个不知死活，除了脸比较长以外，看不出他有什么强硬的本事那他说什么中国威胁论什么否认南京大屠杀，他去弄他了，不必去理会他。这种就是过场的小丑人物，他还要学柴契尔夫人那被柴契尔夫人把丢到那个几百里外了。好，所以那等一下也请小舰长带我们看怎么看第一个中日之间的关系，那还有包括接下来对整体的东亚安全又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刚刚说了嘛，这个高市他是走比较鹰派的路线，那他自己称自己自意是这个安倍路线的继承人，几个他比较强硬的政策，我们来看到，他曾经说呢，他要推动修宪，把日本的自卫队改名叫国防军，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强化美日同盟，并且建议日台准安全同盟等等。他说他的偶像是英国铁娘子柴契尔。小舰长，偶像可以很多可是自己可不可以变成偶像那样的一个地位是个问题是，而且我们台湾的媒体有一个问题我们台湾的媒体喜欢例如说，之前川普也就是胜选第2任的时候，哇，大家很开心川普总统第1任就跟那个蔡英文总统通电话，现在是不是我们的机会又来了？结果呢，现在川普最常讲的台湾后面还有几个字基体电路公司他其实真正对于台湾有关于战略。或者是跟大陆的关系，他反而几乎没有琢磨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大家不必现在如此的来看这个高市早苗。那其实他们之所以成为鹰派，那也就是因为他在整个日本的这个政治市场里面他要进行差异化。如果他跟别人都一样，那谁要选他嘞？所以他会走出他自己不同的路那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看他之前那进行辩论会的时候，他到底讲了什么？他在9月24号的时候，他进行这个候选人辩论会的时候，他特别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不是中日关系他讲的反而是促进经济成长。所以这又中了当初的那一句笨蛋，问题在经济所以现在谁去跟中国大陆搞不好谁自己倒霉。因为你跟中国大陆搞不好，最大的问题就会先出现在你的经济上面。现在终于知道了吧？你对于中国大陆各种的那个为难，中国大陆先用这个稀土卡脖子，接下来不买你的大豆，川普现在真是无以为继那但是我们来看日
日本的政坛正式的变天了，我们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在今天高市早苗在首相的指名选举中确定胜出，正式成为日本史上的第1位女首相了。好，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自民党跟维新会签署了联合执政的协议，高市早苗他所领导的自维联合政权也等于是正式的成立了。来自于东京大学的研究员这边所做的分析，接下来高市早苗要几个议题上面，大陆恐怕都要担心了。第一个议题是在台湾问题上，他的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历史问题上毫不妥协；最后是在领土问题上会强硬到底。这个对于北京来说是3重警报的来源吗？大师怎么看？当然啦，就是说高市早苗，他事实上他是以他的极右立场，在这个日本政坛闯出名号的。他不是现在开始，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他的各种质询啊，各种发言啊，就代表日本的这个极右的力量。那可是问题就变成你今天好不容易在各党的平衡之下你拿到了这个首相位置，也不是你自民党一个党今天这个很舒服的拿到国会多数席位，你当首相，你是靠这个联合政府的话。那你就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怎么样自民党的首相，你是这个是联合政府的首相，所以他各种立场他必须要怎么样，要不只考虑只有他做这个自民党极右派的这个议员的这个立场，他的concern比较多，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很多立场跟过去立场有所差距的话，他也说得过去，这有2层的可以让他在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上，他做怎么样？做比较多的跟他过去的说法不同的一些做法。那这一点我倒认为他会有弹性，而且这个联合政府跟这个完全执政就是变成有一点差距。然后现在就是说整个大环境来讲，对日本来讲的话，他所要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咄咄逼人，美国的跟要怎么重新定义、重新修改美日的这个关系，那这个部分他也做了强硬的发言，这是日本民众比较关切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事实上的话，那么我认为就3大问题：台湾问题、历史问题跟领土问题上的话，可能会比较起冲突比较多的，还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事实上的话，过去在一段时间内，台日之间的各种实质的交流已经有提升就是说有提升的，不管是军事上面的交流，或者政治上的交流，一种建制化的一种讨论的架构从一轨半搞到快1轨了或者2轨搞到1轨半，1轨半要往1轨这个方向走那这都是很敏感的问题。那这些部分，我觉得还不到是说他怎么发言，而实际做的部分，我觉得可能是他将来跟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会真正认真对待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突点啦。那现在他刚刚上位，然后呢，在民主政治上常常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民主党人当了总统以后，正常情况下他会证明说。我跟共和党也蛮像的，因为共和党的总统当选以后，他一上任的刚开始他会说，我跟你们民主党也有沟通的空间。那一个极右的一个日本首相上来，他会不会把他的立场往中间调？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性是很大。不过我们也不是抱一个乐观的期待只是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审慎的。中国大陆这个郭家坤外交部发言人他说希望这个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然后呢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信守在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承诺。可是中国大陆没有提领土，只听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也是严格在。观其言最重要还是听其言最重要还是观其行。那我觉得他任何对台湾这个各种发言如果说是对中国大陆引起强烈抗议的话，那我们也要注意对台湾也不利，然后不要把它认为会对台湾极为不利。所以日本在这个两岸问题上煽火煽的太多的话，我想对台湾的绝对是弊大于利。
好，这个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当选首相之后，我们要来关注接下来的中日台的发展。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美国跟日本之间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会怎么谈，这恐怕也是日本的民众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当时大家还记得吗？这个9月份的时候，美日才签署协议，美国呢要对日本进口产品课征15%的高关税就算了，还要预付这个高达5500亿美元的投资，大幅增加买美国的农产品。当时的这个时任的前日本首相石破茂就被日本的民众骂他说上权入国不懂谈判。而最新呢消息，我们来看到川普最近呢是在孙正义的牵线之下，邀请了这个南韩、日本都去，还有台湾的企业一起去佛州来谈，据说可能就是了解一些经济上面的议题。接下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会不会来重新改写包括美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是日本可能会又被敲竹杠？上次哥怎么看？我想现在石破茂这个谈判的部分呢，这个5500亿的部分还是很吓人的，而且这里头是川普可以指定指派45天前要汇到，然后而且刚刚讲说获利的部分，日本回收之后呢，未来赚的钱90%给美国。乍听之下，日本是搞什么鬼啊？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看这个表面，要知道全世界除了现在中国对于美国的谈判当中很强硬之外，过往长久以来跟美国谈判最有经验的就是日本。日本就业广场协议当中，泡沫经济就是跟日本谈出来的，日本怎么会忘记了？所以其实，在过去这个框架里头，我们很清楚，懂的人就知道，这个就是拖延战术。虽然很多川普指定或等等，可川普改来改去，因为日本一边说都给你，可是日本的同时告诉你说，我们要投资半导体跟投资稀土，这些是基本上很不容易钱下到位马上就获利的东西哈。所以这个其实都看到，其实日本其实有策略的，看起来是服软，可是是拖延。可是现在高市早苗，其实他这次在选之前，他会讲说他要重谈。他觉得这不好，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就是不懂。虽然他在经济方面也有他的路线，比如说他是货币宽松政策，他一上任马上日本的股票就涨得死去活来，包括我们录影的这当中才接近5万点的历史高点，很惊人的。可是问题是，就是谈判关税这个东西跟你的刺激股市是不一样的。高市早苗会刺激股市，可是他的谈判当中非常天真，而且忽略了石破茂他当时这种以拖待定的这个部分。当然，现在川普就是要你预付，那这个东西现在对南韩后面会不会对日本，乃至会不会对台湾，他都心之所至啦。但预付这件事情很可怕，就基本上钱就要交过去了，那南韩大概就崩溃了啦。是同样的问题，来干哥怎么预付啊？对，不是融资贷款啦。You have to pay， 你现在要付给5500亿，你知道5500亿什么概念吗？5500亿大概是80兆日元，80兆日元是日本去年 GDP 总共115兆，80兆就占了2/3。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整个国民生产毛额的2/3我都要交给你，而且我要预付，天下有这种道理吗？可是就像上次讲的，日本人他是有策略的。其实坦白讲一句，他们就是说，好，我答应，但是呢，我们应该要去想一想，如果这5500亿我们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啊？比如说，我现在答应你，川普，我们现在武田制药已经收购了，用60亿美金去收购了美国的一家2还2的那个制药公司，生物制药公司，他已经真的买了，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落地美国生根了。怎么样？你很开心吧？另外一家未知数公司也真的这样做了。那他们认为说，像投资这个东西，日本是可以回收的，但需要一些时间。那以前日本都是投资什么？就买美国国债啦。那现在他们认为说，有一些生物科技，有一些就是资讯科技，或是能源，或是医疗。这些比较冷门的这些行业，如果川普真的要我们去投资的话，我们是可以做的。因为这些地方是可以谈的。我觉得高市他如果说真的他要重谈的话，应该是从这些方向去谈。你讲到那个，就说那个孙正义安排台湾的、日本的、韩国的3个国家的这个企业都是大企业。你知道韩国去了什么企业吗？LG、三星韩华都是这种公司的企业代表，到海湖庄园半小时车程外的川普高尔夫球场，就是他自己的高尔夫球场，去了那么多的企业家，
然后台湾到底去了哪个？不能跟你说，为什么？保密。然后日本去了呢？不能说，保密。韩国的可以告诉你，所有大企业都去了，而且分组谈判，每一组都还派一个官员去盯着你，看你们这几个国家到底要不要给。日本我们知道5500亿，韩国多少？3500亿，台湾多少？2500亿，哎。这可能都要附在前面，我不知道我们的国家能够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学武田制药，还是我们还是只有从头到尾我们都只有台积电而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看台湾可能会喘得比较厉害了。这是我觉得国家是真的是大政方针，不能够再拖延下去，要真的派专家到美国去好好跟川普谈才对。好，一方面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有这个各国之间的谈判；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日本的内政，因为真的在10月份真的是比较动荡，大家就是在看说今天这个首相出炉了，高市早苗是不是他的战略上面也是一个成功呢？因为我们来看到10月份的日本发生了哪些事情？10月4号，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10月20号，公民党退出合作26年的这个自公联盟；10月20号，日本维新会终于是倒向了自民党，促成了自联联合政府。而立宪民主党原本是以玉木雄一郎夺权，但是因为维新会倒戈是全盘瓦解。高市早苗是不是凭着他的战略成功稳坐了首相之位？老师怎么看？事实上，这个我觉得他不是高市早苗厉害，而是自民党他执政很久他真的是姜是老的辣他稳住了他的执政权不然的话，这个他马上就是要面临要政党轮替。那当然他很聪明的，就是说他把这个就是说在野联盟里面可能成为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少数的日本维新会把他拉过来，然后跟他共同组阁不过日本维新会事实上他等于也以小博大，他跟这个高市早苗合作的这个条件。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场习川会的一些谈判的重点细节了。釜山双方握手，全球屏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习川会点燃的全球风暴是否笑里藏刀？谁在布局未来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这一场习川会其实是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首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今天的现场，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10月30号台湾时间的早上10点，美国的总统坐车野兽先现身，随后就可以看到陆方的红旗车队也跟着一起入场了。双方习川在抵达现场之后是先握手，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从笑容来做一下解读，川普呢笑得非常的灿烂，而习近平则是有一些的无奈，包括从他们的语言上一边握手一边讲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包括了这个川普不断的说看到你真好啊，我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很好啊，我们将会谈得非常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强悍的这个谈判者，那习近平就无奈的笑了一笑，然后川普拍了他背后2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很高兴再见到你。Me too.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I have no doubt. 我肯定我们今天会有非常成功的会议。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但是他是很强硬的谈判者这不好。好，这个画面播出之后，大家就在说，怎么这个双方握手都是这个川普一个人，好像想要把这个场面弄得很热络，好像想要讨好习近平的这种感觉，并且呢，他也不断的称赞习近平说，能够与一位长期的朋友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他说，习近平是伟大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则是冷静的回应，中美可以共同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福祉做出伟大的贡献。这一场谈判当中包括了双方也出动了自己的经贸团队，不管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欧，甚至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白宫幕僚等人，中方的代表则包括了有蔡奇、王毅、何立峰等等的人。这一场会议后来双方呢总共是进行了大约100分钟的时间，随后呢双方就步出了会场，那么也是这个展现笑容，看起来好像谈得不错。那么有一些比较实质的内容是川普宣布，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最新消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将从57%降10%到47%，那么芬太尼的部分从20%降到10%。大陆美国说的不会实施稀土管制，也会恢复采购大豆。至于这个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呢，这个川普是说了不会
出口给中国。那么川普也承诺明年4月访北京，台湾议题则是没有被提到。赖老师如何看这一场，尤其是刚刚的这个握手画面，你怎么解读？这个握手画面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啊，因为川普是喋喋不休一直在讲，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掩饰他的焦虑。其实一方面兴奋，二方面他是紧张啊。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他真的是老手啊。大国领袖中的大国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平稳啊，微笑啊，讲话也简单有力量。问题是谁迎接谁？那很明显的就是川普在那边等待迎接，然后所以习近平来进场。那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其实就已经占上风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小细节，就是结束以后那离开会场，因为那个会场很小，门也很小那你看离开会场的时候，谁的车停在这个阶梯的第一辆？就习近平的车嘛。这代表什么？连这么小的细节里面，中国大陆都卡了上风，也就是说，这个车位中国就站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下来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就上车了，那等于是这个川普要送了他自己再转头，然后走更远的路去搭上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车子，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两个小细节中，中国大陆其实都卡到好的位置，都占了上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当时川普讲的100%的关税，也就是贝森特所讲的100%的关税，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买空卖空嘛，你加关税我也给你加100关税，当初245都没在怕你了，怎么可能会怕你这个100%的关税？所以谈都没提，那就很明白。第二个呢，降了10%的关税就是芬太尼，那我个人判断就是中美很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联合的打击芬太尼走私等的这个工作小组，来彻底解决芬太尼的问题。不过这降10%的话，这个对大陆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大陆本身在出口这个部分就有更大的竞争力了我讲是到美国，那也就是说不太需要再转到越南或是其他的国家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好。那你看《华尔街日报》跟《卫报》吵得如火如天的说台湾的议题连碰都不敢碰，连碰都不能碰，所以川普自己也说他完全没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不会让你美国人来谈台湾问题的。就是这个不是你能碰的。我的底线就画在这里。只能够在这底线上往上走。不能够把台湾当做一个交易的筹码。那很明显的，川普在这一次里面他自己也说他不会碰的。可是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而且24号10月24，川普自己亲口说他要来讲台湾问题，这代表什么？我个人的推断是，卢比要给他一个馊主意，就是说你打台湾牌，没牌可以打的嘛，没牌可以打，再打台湾牌。可是，一打台湾牌以后就碰问题了，因为在2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也是在同一天24号的时候，这个德国的外长也讲到台湾问题。那大陆的外交部马上就把他骂回去了。骂回去以后，那他要见的人见不到了。其实我判断，搞不好连王毅他都见不到。是。那他跑到中国大陆，连王毅都见不到，这个颜面扫地啊！一个部长跑到中国，搞不好副部长来接待，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是。他干脆就，本来说取消，引起德国政坛的震撼的时候，他又改口说叫推迟往后延。那这个代表，这个也给川普一个讯息，这个讯息非常的明确，也就是说，台湾问题你碰不得。是。所以当《卫报》《华尔街日报》又炒作台湾议题的时候，川普昨天就出来那个消毒了，说我不会谈台湾议题。果然这次记者会的时候，他又说了，我没有谈台湾问题。好，几个主战场确实这次台湾议题就没有在这次的中美会谈中有谈到。不过另外几个主战场，包括刚刚提到的大豆、稀土跟晶片，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尤其现在大豆，其实在谈判前夕，北京稍微释出了善意，也就是今年首度的跟美国下单了3艘的18万吨的大豆，那预估会在12月跟1月去开始这个出货。那也是刚好美国的选举关键期所以大陆一方面好像释出善意，但是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因为12月跟1月刚刚说了嘛，大陆向美国出货
购买18万吨，但是他们实际的需求量是500万吨，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可能还是向南美洲国家，不管是巴西或阿根廷去买。委员怎么看这个有关于大豆的议题？另外，现场这一些今天的谈判几个重点有没有一些亮点？目前整体对外面所传达出来的谈判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亮点。那个10%的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买大豆也是意料中的事。那换句话说，这种事情是不需要习近平出面去谈的。早在吉隆坡搞不好就已经敲定了。所以大陆上的国营企业中粮集团，对美国下18吨的一个订单，其实并不多。对，因为跟美国下这种大豆的订单，它事实上买订单容易，找船期最困难。因为那个什么，这种载大豆的船可不像我们马路上面的那个萝卜快跑那么容易调度啊。因为一艘载大豆的船大概装6万吨，18万吨表示他只找到3艘船，而且船期当然甚至还不是现在，拖到12月搞不好才找得到船。因为这种全世界可以这种散装的货轮啊，全世界只有3000艘，而不只是要载大豆啊，那载的东西可多了，所以临时要去调，不管是中国自己的船、外国自己的船，搞不好人家船期都已经早排定了，好不容易挤出来。那为什么挤出来了？当然了，想要在这个习川会之前啊，那么传点讯息说我们早在吉隆坡已经有一些成果啦，那看看习川会最后怎么样来做这个一个最后的 ending 啊。那这个当时在吉隆坡谈判的时候就有讲到说，中国的稀土的限制要往后挪，时间往后挪，然后这个要买美国的这个大豆，但你买多少并不清楚没有讲。那现在只是说，在习川会开始之前，吉隆坡之后，中粮集团一定奉到命令，说你现在可以开始找船了那他找几条船才能够下多少订单？他总不能下了订单找不到船那就尴尬了，而且前段时间，我印象中很多船运公司载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载巴西的跟阿根廷的船。这种船真的是不好找，很多都是要差不多半年以前排好船期了，所以他现在只找到3艘，那消息就出来了就出来，而且应该会不只是买18万吨啦，可能会至少应该会买到，我认为至少会到将近可能会到100艘船，是大概600万吨左右。好，这个是有关于在大豆方面的中美谈判的最新进度。至于另外一个王牌就是稀土了。刚刚不是讲吗？川普说了，这个针对于稀土，中国大陆已经稍稍做出了一些让步，会延后对美出口的限制。那另外一方面，欧洲国家可紧张了。现在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披露说呢，加拿大现在做主导。联合整个 G7 要筹组一个叫做关键矿产联盟，并且关键矿产联盟还会设定所谓的稀土最低价格，减少对大陆的依赖，扶植自己本土的产能。未来从中国出口的这些稀土产品也会来课征关税。那成员刚刚就讲了嘛，就是 G7 包括了美英、加法、德意日、欧盟等等的国家。不过高盛不看好，他认为说呢，要打破中国稀土主导地位还要10年，尤其90%的精炼在中国，建议做矿山要10年，一座精炼厂则是要5年。这个问题渴望解决吗？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稀土？我们讲稀土其实它一点也不稀，它也不是土它是金属这个中重元素那它也不稀，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知道格陵兰、巴西今天还听说连土耳其都发现了很大一座的这个稀土矿产。那关键在什么？关键是在提炼嘛。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提炼技术几乎已经占了全世界产量的99%以上几乎都在中国提炼。那以往来讲，这些国家的土都要运到中国来做提炼。那中国在这方面提炼技术，可以说是它独门的绝活了你各国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学得去的，而且你们很久都没有做这个工作，因为你们认为说是稀土的提炼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所以各国都没有在做将这个工作交给中国在做中国默默的干这种脏活也干了20-30年了，所以它有很多独门的技术。那你认为全世界各国，我们刚刚讲日本日本川普这次去跟高市早苗也签了这个协议，说是这个矿产协议，就是要日本出钱，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厂
这个稀土提炼厂到底要是盖在日本还是盖在美国，我们不晓得哈。可你从这个它叫这个高市早苗所出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金额，你就知道这不是一笔小钱呢。你必须要很多的钱，你才可以提炼。那会不会是叫日本提炼，然后将这个高污染的事情交给日本来承担，还是这个土在美国提炼，然后厂由这个日本来盖哈？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这是这个中国大陆虽然说是缓了1年，就是延后1年在做稀土管制，可它有一样东西它没有松口哦，你知道什么？就是技术没有松口可以出口哦。中国这次来讲，10月份的时候，它所谓的这种稀土管制，它实体的稀土啊，它0.1%以上采用中国出产的稀土，你都不能用哦。那第二个来讲，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技术人员它也管制哦。所以这个技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国不让技术人员管制到这些人员，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种专利来讲的话，是中国很多的专利。所以说，其他国家很清楚的，他会讲说要设定最低价格，就他们很清楚嘛。如果按照他们的这种提炼方式来讲的话，第一个产量很小，第二个成本很高。那中国来讲的话，它提炼稀土来讲的话，量大，而且这个成本低哦，所以他们要定一个最低价格，就是叫大家不要去买。那你想可能吗？对不对？所谓商业行为就是哪边 CP 值高哦，哪边可以买得到，哪边可以便宜，我当然是跟哪边买嘛。那你怎么可能放着便宜的东西你不去买，你去买高的东西？那再来，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以现在来讲，如果你没有这种技术人才，包括人，包括技术，中国如果管制在里面的话，你各个国家就算是你有钱，你也不见得提炼得出来。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高盛这个报告说最少需要15年。我觉得这有点这个保守了啦哈，可能我认为说是可能还要更久的时间，那你很难突破中国这个专利的技术。好，谢谢李将军。